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生姜作为一种调味品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自古以来就有男子不可百日无姜，所以早上3片姜胜过喝参汤。这足以证明生姜拥有极高的营养价值。那么生姜怎么吃，它的保健养生功效会更好呢？今天我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生姜的养生吃法，学会这样吃，补肾壮阳的效果会增加30倍。经常食用，还能在温补肾阳的同时，起到强壮身体的重要作用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一块生姜，放入一个大碗里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它稍稍的弄湿。在搓洗生姜的时候，加入1勺食盐。生姜比较容易腐烂，很多人都认为烂姜不烂味，即使发现生姜已经腐烂，也是把坏的削掉继续食用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，长期如此可能会致癌。未腐烂的生姜会产生一种黄樟素，这种物质毒性很强，它可使肝细胞变性坏死，从而诱发肝癌、食道癌等。所以生姜一旦出现腐烂，我们就要把它扔掉了。生姜用盐搓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。生姜具有促进人体新陈代谢、疏通经络等作用。我们适量的服用生姜，能起到健脾活血的功效，也能有效的祛湿排毒。同时生姜还有抗氧化的功效，其中含有的姜辣素和姜烯酚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，给身体带来温暖。而随着体温的升高，人体身体内的脂肪也更加的容易燃烧，身体代谢活性会更强，因此有很好的排毒功效。生姜清洗干净之后，切片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0个枸杞，枸杞中含有的枸杞多糖，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枸杞滋补肝肾的功效也是非常的强大，尤其对腰膝酸软、阳痿、遗精、头发早白、耳鸣、目眩等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。经过我们今天这样的搭配，它的补肾壮阳的效果会加倍的增强。我们在洗枸杞的时候，最好加入一些面粉和食盐。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，可以把枸杞里面的脏东西吸附出来，而食盐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。两者搭配在一起洗枸杞，枸杞就会被洗得很干净。我们可以用清水再多清洗2遍，直到水变得非常清澈就可以，然后将它捞起来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适量的新鲜山药，我们用干山药也是可以的，干山药的量是30克。我们先把山药的皮给削掉。山药是一种高营养的食材，能延缓衰老、预防疾病，还有补肾壮阳的功效。山药是一种能壮阳的食材，山药能入肾经，可以提高肾功能，也能填水益精、补益精血，能从根本上解决男性的阳痿问题，而且不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。经常食用，还能在温补肾阳的同时，起到强壮身体的作用。如果大家对山药过敏的话，可以用筷子或者是叉子插住山药的一头，也可以戴一次性手套，这样削皮就不会弄到手。山药削完皮之后，我们再将它清洗干净。山药含有很丰富的粘液，这些粘液中含有皂苷粘液质，有润滑滋润的作用，因此可以养肺阴，对于久咳不愈有很好的效果。山药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将它切成薄片。山药的这些粘液蛋白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，可用于治疗糖尿病，是糖尿病的食疗佳品。除此之外，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、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，能够有效地阻止血脂在血管壁上的沉淀，
能很好的预防心血管疾病，还有益肝神、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山药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口锅，往锅中加入8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水给它煮开。水开之后，打开锅盖，把切好的山药片倒进去，生姜片也倒进去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以免山药粘在锅底糊底，然后开大火把它煮开。煮开之后再转小火煮20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20分钟之后，我们把枸杞倒进去。现在山药已经煮烂了，因为山药切得很薄，所以很容易煮烂。再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，按照中医的理论，咸能入肾，所以这里不要放糖，要放点盐来调味。将它煮上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现在我们的这道补肾壮阳汤就做好了。这道汤最好作为早餐来使用，具有很好的补肾助阳、强腰益气的功效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有前列腺癌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，因为山药中含有的粘液蛋白能够促进体内的激素合成，从而导致睾丸的雌性素水平升高。另外，有内热或者是性易亢奋的朋友也是不适合食用的。大家在使用这个食疗方的时候，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，认清自己的体质，再进行食补，这样才能更好的补益身体。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试试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，也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收藏起来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